有一位迪拜王子呢，最近高调决定在香港设立一家家族办公室，并且投资5亿美金。这个消息在香港引起了不少的轰动，因为你想想看，23条立法刚刚完成，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外资急着撤离。不过呢，就在家族办公室开幕的最后一刻，却突然来了一个戏剧性的急转弯。然后传言这个阿拉伯王子根本就是一个冒牌货艾森今天就来分析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这个骗子的蛛丝马迹，揭开他的本来面目最近香港因为刚刚完成23条立法，然后呢具有寒蝉效应，很多机构都在考虑撤离，而这个时候呢，有一位来自中东的王子高调投资来设立家族办公室，非常具有正面这个宣传的效应这位阿里王子呢，他自称是来自于迪拜的统治家族，非常看好香港跟大湾区的发展，所以才来计划建立家族办公室，并且呢有计划想要投资5亿美金，也就是将近39亿港元。这个消息很明显就是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不仅有社会政界商界前呼后拥，大家就是非常给面子，非常的有排面，出席各种最高端的局然后还和这个恒生大学签署了一个合作意向，跟赌王何鸿燊共享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面悬挂上这个王子的大幅头像甚至得到了特首李家超本人的亲自接见，真的是最高端的局这么高调的一个阿联酋王子，他是不是真的有阿拉伯皇家的血脉呢？那在这位王子的官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醒目的位置有3位阿拉伯酋长的头像全部都是阿联酋这个国家的统治家族。其中最右边的这一位呢，看他的这个姓很明显跟王子似乎是有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这位是名叫穆罕默德的酋长，他不是一般的阿拉伯贵族他不仅是目前阿联酋跟迪拜的实际掌权者，而且因为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在推进阿联酋跟迪拜这个国家跟这个城市的这个建设上面成就斐然，所以他这个备受尊崇而且身价高达40亿美金。既然这个王子在自己的官网上疯狂暗示自己跟这位酋长有家族的血缘关系，我们不妨从这里开始来分析一下王子的这个血统。阿拉伯人呢，尤其是皇家贵族，给自己的小孩取名字其实是非常有规律的。这位穆罕默德酋长，如果我们把他的名字拆分的话，可以得到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谢赫是头衔，表示他的这个地位很尊贵。穆罕默德呢是他的名字，本拉希德其实表示就是他是拉希德的儿子。阿勒马克图姆呢实际上是家族的名字，所以这个酋长名字里面的本拉希德表示他是拉希德的儿子，而酋长父亲名字里面的赛义德呢是来自于酋长的爷爷，而酋长的儿子也就是现在迪拜的王储，他名字里面的穆罕默德很明显来自于酋长本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套看下来，就是阿联酋皇家他们的名字命名相当的有规律，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王子，他的名字能不能挖出什么东西来他的官网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名字拼写方法都不一样，感觉是非常不严谨。然后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关于这位阿里王子网上流传的名字拼写可能有3种不同的拼写方式，名字1跟名字3，根据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个皇家命名的规律，名字里面连本都没有，所以很明显格式是错的。名字2是这位王子放在自己官网当中最明显的位置，我们姑且当作是他的名字最权威的拼写这次呢名字公式是没问题，不过呢这个假冒王子写的是本拉希德，难道他跟这个迪拜酋长一样都是拉希德的儿子吗？会不会是有人不懂这些名字公式，然后比较想当然的把这个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都当做了是酋长的姓氏，所以给这个王子人为的创造了一个名字呢？我们在这位王子的官网当中会发现说，他其实自称自己是
迪拜酋长的侄儿，也就是说酋长是他的叔叔，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酋长的家谱就知道了。那阿勒马克图姆这个家族是从1833年就开始统治迪拜，从祖父一辈开始看起红色框框里就是现在的酋长穆罕默德，他的爷爷呢就是蓝色框框里的赛义德从1912年到1958年期间是由他的爷爷掌管迪拜。赛义德有3个儿子，分别是绿色框框里的大儿子拉希德、二儿子哈里法跟3儿子艾哈迈德。赛义德去世以后呢，是由大儿子绿色框框里的拉希德继位，然后他是从1958年到1990年期间统治迪拜，在这个期间还促成了阿联酋这个国家的成立。拉希德呢，总共有4个儿子，分别是紫色框框里面的大儿子马克图姆、二儿子哈姆丹、3儿子穆罕默德跟4儿子艾哈迈德。拉希德在1990年去世以后，先是由大儿子紫色框框里的马克图姆来继位，然后马克图姆在2006年去世之后呢，就由马克图姆的这个弟弟穆罕默德来继位，也就是现任的这个迪拜酋长。而黄色框框里的哈曼丹就是将来要继位的王储。有记者呢曾经就阿里王子的这个背景向阿联酋领事馆求证过，得到的回应呢就是这位所谓的王子其实是家族的远亲。如果报道属实的话呢，我们可以排除掉整个名字完全是由人杜撰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继续看一看，那既然冒牌的这个王子表明了自己是拉希德的儿子，我们可以从族谱当中找到4位拉希德。拉希德1号是现任酋长的父亲，他不可能是冒牌王子的父亲，对不对？拉希德4号呢是现任酋长的其中一个儿子，也要排除掉。拉希德2号是酋长二哥哈曼丹的儿子，所以这个辈分不对，也要排除掉。最后一位拉希德3号是拉希德1号弟弟哈利法的儿子，也就是说拉希德3号跟现任酋长是平辈，所以呢这里可以对得上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冒牌的王子他的确有可能是酋长的侄儿。那既然的确有皇室的血统，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说人家是冒牌王子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拉希德2号还能够在政府任职，而拉希德3号呢，他其实已经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他只能从商了。所以这个阿里王子呢，他已经差了好几辈人的非常旁系的这么一个后代子孙，他当然不可能是王子了。他甚至不能够用殿下这个称呼，也未必能用谢赫这个 title。 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搞清楚了王子的血统，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王子是不是真的有钱来投资5亿美金呢？那这个王子的官网其实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电话了只有电邮跟联络地址。其实没有联络电话本身这件事情是相当可疑的，因为表现得非常的不专业。那既然他留下了联络地址，我们研究了一下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地址相当的偏远，远离了迪拜的 CBD 中央商务区，而事实上这个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区。这个地区当地最贵的正在出售的房子，我们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居家，完全没有那种富贵人家的气派。也不能说人家的房子不好，不过呢在这个社区置业的多数是中产阶级，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实在是想象不到为什么如此富贵的人家要在这个地方置业，而这个结果看起来与皇家血脉的分析也是相当吻合的。也就是说这个冒牌的王子的确可能是非常远的一个旁系，他是远离了权力跟财富的中心。接下来我们分析看看这个王子在网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这个王子的官网呢是在去年7月份才开始建设，它的流量最多的是来自于香港。这个网站呢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都是处于建设中这么一个状态一直到今年的大概2月份3月份才开始勉强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而王子在 LinkedIn 上面的 profile 也是从去年8月份才开始的。在王子的团队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姓田叫做 William 的这个人
是这个人呢出面接洽香港方面的一个联络，所以是一个主要的操盘手。这个 William 的这个 LinkedIn profile 看起来还是很唬人的甚至还有一个荣誉博士的头衔。不过他读书的这个学校就完全经不起分析是一个野鸡大学。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情况基本上比较清晰明了了。这个王子是一个冒牌货，他也绝对没有可能有财力来投资5亿美金给香港。所以说直白一点，这就是一个骗子。不过他到底是谁呢？有说法说他毕业于沙加美国大学，获得了会计跟金融学位，最开始是在政府机构担任内部审计员。不过因为他喜欢唱歌呢，所以后来出道成了一个歌手，用了阿里拉这个名字。这个艺名呢，其实跟他的这个阿里这个名字看起来也是非常有关联。所以在2020年迪拜世博会期间呢，这个阿丽拉其实他的表演是非常惊艳的，观众对于他这个标志性的假声演唱印象非常深刻，甚至有些观众说听得让人起了鸡皮疙瘩。而且他语言天赋也不错，他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去表演，在菲律宾也有大批的粉丝，应该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个人。那我们用 AI 的人脸对比技术是可以确认这个歌手就是所谓的阿里王子。不过呢，从去年5月开始，当这个假冒的王子他的官网域名注册几天之后呢，歌手阿里拉的这个 TikTok 跟其他社交平台的账号就突然间暂停，然后突然间关闭了，他本人也不再露面。所以他的消失呢，让不少粉丝感到很奇怪。不过随后他就开始在香港露面，也就好戏开始上演了。我坦白说呢，这位阿里王子其实在舞台上还真的是挺有王子风范的虽然这种假声的演唱风格不是我本人的菜，但是我不得不说他的表演还算是有天赋的。所以我其实有点不是很明白，他本来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演艺风格上继续走下去，还是挺有前途的。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从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歌手转型想做一个骗子，或许是觉得歌手来钱太慢，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某些人的蛊惑，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整件事情最让人感慨的是香港政府包括特首在内，很明显被人家摆了一道，出了洋相，被人羞辱其实我们这些个人不小心被网络诈骗得手，多少还都情有可原。不过在我心目当中，非常专业的香港政府竟然也会没有做任何背景调查，就这么轻易的让这个骗子横行，而且还差一点得手了。这件事情属实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这里是艾森的频道，今天的视频我分享了如何揭穿骗子伎俩的一些方法。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